一根万伏高压线落入泳池，小女孩大喊着呼叫救命。男保姆想救女孩，却不幸当场电死在了泳池里。原来就在刚刚，货车为了避让一辆摩托车，直接撞倒了路边的电线杆。然而更糟糕的是，小女孩家刚好就在路边，好在她做的橡胶浮板不导电，这才没被当场电死。女孩惊恐地喊着救命。闻讯赶来的父亲刚想冲去，一把就被巴克扑倒在地。你没看到电线就在水里吗？那可是万伏高压线，一旦触碰水面就会当场电死。巴克告诉他自己是消防员，一定会救出他的女儿。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安抚好女孩情绪，让她待在浮板上不要乱动。可糟糕的是，他们无法自行关闭电源。这时巴克看到旁边的充气海豚，想要骑着海豚下去救人。一旁的女友顿时懵了，亏你刚才还教育别人，这么做太危险了，找个东西把女孩拉上来不就行了？女友灵机一动，赶忙扯开旁边的橡胶水管，她和巴克各拉一头，试图直接将女孩给拉上来。母亲安抚着女儿情绪，让她用手抓住水管，不料高压线突然冒出一阵火花，这可把众人吓得不轻。好在后面并没发生其他意外，在两人的拉扯下，很快小女孩就来到岸边，女友抓住女孩双手，一把就将她提了上来。而与此同时，赶来的消防员也切断了电源，一场危机这才就此化解。不料这边才刚结束，一架飞机上又遭遇险情，男人刚拿到飞行驾照，便带着女友上天飞行。可就在女友兴奋不已时，飞机突然发生一阵抖动。原来是引擎停止了转动，男人赶忙让女友拿出说明书，翻到最后一页核查表念给她听。Airspeed 65 knots. Check. Verify flight ring is engaged. Check. Initiate engagement process. Check. Confirm pilot is head over heels in love with the passenger. Check. 惊恐的女友这才发现，原来是男友为了向她求婚，故意搞出了一场恶作剧。可就在男人拿出求婚戒指时，女人身体顿感不适，紧接着开始呼吸急促，很快就昏迷没了意识。男人赶忙拨打了911发出求救，接线员让他找个机场降落，可最近的机场也要15分钟才能赶到，时间显然来不及了。此时男人突然看到前方刚好有一个高尔夫球场，于是想都没想就落了下去。Break. 好在经过一段滑行，飞机稳稳停了下来，接警的消防员也恰好赶到，而女人的情况却并不乐观，昏迷的她早已没有了任何意识，血压也在急剧下降，初步判断是心脏病发作。队医刚想给她含服硝酸甘油，巴克的手机突然响起，原来接线员联系了女人医生，医生说她并没有心脏病，并且最近在服用甲状腺素，很可能受到惊吓引起了心跳不速，而硝酸甘油只会适得其反，幸亏他们没有那么做，否则很可能会要了女人性命。经过一番紧急抢救，很快女人就苏醒过来，看到女友成功得救，男人当即又拿出戒指，女友也答应了他的求婚。Yes. She said yes. 可下一秒 And she smacked him. Love hurts. 深夜老妇报警说他看到鬼了，说窗外有一个黑影正死死盯着他，而更恐怖的是对方似乎根本就没有脸。老妇顿时吓得呼吸困难，接线员让他别挂电话，保持冷静，并通知警察和急救员来到老妇家中。看到急救员赶到，老妇这才安心一些。据老妇介绍，他们进门时那个黑影就不见了，急救员怀疑是他看错了，但老妇坚持说不会看错，虽然自己年事已高，但眼神却很好使。 She gave me such a fright, standing out there. 黑姐查看了屋外湿漉的地面，但却连一个脚印都没找到。本以为只是虚惊一场，黑妹却突然发现了异常。只见地板上有几个泥泞脚印，如果站在这个位置，刚好可以在窗户玻璃上照出影像。而大码脚印显然是一个男人留下的，这也就意味着当时男人就站在老妇身后。 He didn't attack her now. Maybe that wasn't his intent. 考虑到男人并没伤害老妇，黑姐便没再过多追究。不过为了老妇安全，当即就让女儿把老妇接回家中。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，女儿刚到家就接到警方电话，而接下来的消息很快就让她变了脸色。据警方调查，之前出现在她母亲家里的男人，很可能是她有暴力倾向的前夫。前夫因为家暴被捕入狱，刑满释放的他很可能是来复仇的。Oh my god. It's him. He's here. He found me. How did he find me? 女人发现前夫就在屋外，于是赶忙就躲了起来，伴随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很快房门就被撞了开来。男人手持砍刀呼喊前妻，可糟糕的是，警察最快也要5分钟赶到，时间显然来不及了。 I told you I'd find you, you bitch. I told you. You can't hide forever. 男人开门一看，竟是老妇躲在里面。 I'm done hiding. 女人挥起棒球棍对着前夫就砸了下去，多年的忍耐此刻也终于彻底爆发，但很快电话里就没了动静。 I think he's dead. What? What happened? Are you okay? We're fine. I was ready for him this time. Thanks to you. Good. Good. Well, help is on the way. 多亏了艾比事先提醒，否则倒在地上的就是女人了。
女人脸上插着一只高跟鞋，就连急救员看到也不禁被吓了一跳。高跟鞋怎么会插到脸上呢？老齐让她扶住高跟鞋慢慢坐下，随即便得知了其中真相。原来刚刚她和闺蜜发生口角，闺蜜一鞋跟就钉到她的脸上，于是变成了如今这副模样。本以为这只是一场简单的救援，可当老齐喊队友帮忙时，巴克埃迪却是精神恍惚，说他们正置身于一个小人国，就仿佛陷入了幻觉一般。黑姐顿时察觉到不对，赶忙呼喊黑妹帮忙，不料黑妹竟也出现了同样症状。Dina, you smell like love. 这他喵是啥情况啊？黑姐只好呼叫其他医疗队前来支援。面对队友的异常举动，老齐也是一脸的懵逼，根本不知怎么回事。You guys be tripping. What? Look at me. Do you know where you are? We're everywhere, man. They're on drugs. Okay. Oh. 这时老齐突然想到，肯定他们出发前吃的蛋糕有问题。早上不知谁送来一盒蛋糕，队友想都没想就吃光了，唯独老齐没有吃到。黑姐顿时就无语了，来历不明的蛋糕你们也敢吃？来不及多想，老齐赶忙给女人做了包扎。而与此同时，为了避免不良影响，黑姐将消防员全部逮捕。然而可笑的是，在药物作用下，埃迪竟然哭起了鼻子。黑姐也是被搞得一个头两个大。可也就在这时，黑姐突然想到消防局里的队长，他肯定也没少吃。黑姐立马开车赶了过去，而此时的队长正站在消防局楼顶，楼下更是围满了吃瓜群众，甚至还当场开启了直播。显然队长也陷入了幻觉。黑姐赶忙来到楼顶，招呼队长赶紧下来。可没想到的是，队长竟然做起了演讲，还说他看到了已经去世的妻女。黑姐提醒他那只是幻想，或许是你太过思念才会看到他们。随即便将队长拉了下来。为了查明事实真相，很快他们就找到那名送蛋糕的老妇，而老妇下药的原因却是让人哭笑不已。I worry about them so, under so much stress all the time. I wish I could do something to ease their burden, a dose of something to lift their spirits, clear their minds. 好家伙，老夫的这份关怀还真不是一般的另类啊！在美国收到来历不明的快递，千万不要随便乱动，因为里面装的很可能是一枚炸弹。接警的消防员立马赶到事发现场。据提前赶到的黑姐介绍，女人被炸得面目全非，不过庆幸的是她还活着。Copy that. Let's move. 急救员立马展开营救，但女人的状况并不乐观。由于受到爆炸冲击，她的耳膜炸伤，失去听觉。然而更糟糕的是，女人突然呼吸困难，很可能出现了张力性气胸，不尽快释放压力，势必会窒息而亡。伴随关键一针的刺入，女人体内的压力也终于释放。经过一番紧急抢救，女人这才脱离了危险。但众人不知道的是，真正的危机也才刚刚开始。第二天，黑姐丈夫带着孩子刚回到家，儿子突然看到门前的一个神秘包裹，包裹是寄给母亲的。他刚想上前查看，就被父亲厉声喝止，毕竟包裹炸弹可是闹得满城风雨。很快警方就封锁了现场。闻讯赶来的黑姐看到家人没事，这才稍微安心一些。排爆小组利用机器人对包裹做了检测，发现包裹里装的果真是一枚炸弹。幸亏丈夫及时提醒，否则一场悲剧势必在所难免。排爆组操控机器人将包裹炸弹放进铁箱，本想带离此地再做处理，不料下一秒炸弹就突然爆炸。 That was it? 黑姐气愤无比，势必要将凶手绳之以法。但令黑姐不解的是，她和先前被炸的那名女人律师并不认识，那为何会被炸弹客同时盯上了？可还不等这边调查清楚，当晚消防局又出事了。巴克驾驶车辆刚刚驶出，不料下一秒车子就突然爆炸。价值100万的消防车当场报废。然而更糟糕的是，巴克的一只脚被车头死死压住。那凶手这次袭击消防员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正当巴克挣扎之际，一个男人突然朝他走了过来。You're new. 显然他的袭击目标并不是巴克，可男人并没当场逃跑，很快警方就将他包围起来。男人身上绑满炸弹，打量着人群，还大喊着让消防队长赶紧出来。正在休假的队长没有犹豫，立马就朝着男人走了过去。而此刻真相也终于浮出水面，原来就在1年前，男人的父亲为了骗保烧毁了自家店铺，却不料被消防队长当场揭穿。而女警黑姐和开头被炸的那名女人律师也都参与了这起案件。最终男人的父亲被关进监狱，可就在几天前，父亲因病死在了监狱，于是男人便展开了疯狂报复。 You got dealt a bad hand, and I am sorry about that. You stopped being a victim the moment you left that first bomb. That Hoyer. She did her job. We were all doing our jobs. Destroying my family. 眼看男人不听劝说，黑姐只好把他母亲带了过来。趁男人不注意，队长一把就抓住了他手中的遥控器。最终男人被当场制服，一场危机这才堪堪化解。而等待男人的势必将是法律的严厉制裁。车上的宝宝脸色发紫，就快死了，而母亲却是面带笑容，一脸轻松。可当看到他手上的血迹，黑姐立马就提高了警惕。I'm gonna need you to step out of the vehicle, ma'am. 黑姐让他下车接受检查，随即便拿出手铐将他控制起来。面对黑姐的询问，女人却是装傻充愣，丝毫不提血迹的来源。
On your hands and your feet. Did you do something to your baby? 检查发现宝宝脸色发紫，呼吸困难，而女人却坚称宝宝没事。察觉不对的黑姐立马拨打了急救电话，很快急救员就赶到现场，当即就把宝宝送去医院进行救治。黑姐怀疑女人并不是宝宝的母亲，让同事查询有没孕妇丢失孩童的案件，并且黑妹根据脐带判断，宝宝出生还不到1个小时，看着也并不像是在医院接生。也就在这时，警员在女人汽车后备箱里找到一个假肚皮，而这也更加印证了黑姐的推测。Woman is not the mother. 可如果女人不是宝宝的母亲，那宝宝的母亲又在哪里呢？黑姐立马对女人进行了审讯，但女人却死不认账，非说宝宝是她自己的。 We both know that you're not that child's mother. She's not your baby. No, you understand. She has to be. 黑姐刚想继续追问，女人却开始胡言乱语，还说她答应过丈夫一定会生个孩子。无论黑姐如何逼问，女人就是不肯说出宝宝母亲的下落。此时另一边的呼叫中心也接到报警，一名孕妇称自己遇袭，但并不清楚自己的位置，只知道周围很黑，而且还在不断流血。没多久电话里便没了声音。 The line's open, but still nothing. Phone company gave me contact info for the account holder. It's her husband. 根据机主信息，麦迪联系到孕妇的丈夫，可丈夫也不清楚妻子的去向，只知道妻子开着红色车子出门了。随即麦迪又联系到孕妇的妹妹，从妹妹口中得知，姐姐去公园约见一个卖婴儿装的女卖家。麦迪当即将此事告诉了黑姐，可那个公园足足占地2万亩，黑姐只能拿着孕妇照片询问管理员。在管理员的帮助下，很快他们就找到孕妇的车子。来不及多想，消防员当即撬开后备箱，果真发现孕妇满身鲜血的躺在里面。此时孕妇气息微弱，肚子还被划开一个巨大伤口，显然婴儿是从她肚子里被剖走的。很难想象孕妇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痛苦。不过令人欣慰的是，经过一番抢救，宝宝和母亲都脱离了危险，而变态女也势必逃不过法律的严厉制裁。